大家好，我是关天，欢迎来到我跟小白的 podcast 大家好，我是小白。啊。像今天的话呢是10月21号了，今天星期一啊，刚好这个礼拜刚开始。对，这个礼拜刚开始，但是也快结束了啊，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可能这一周再给大家录几期节目，然后也到月底了啊，到要对对10月的尾声了。对，像我们这个频道差不多开播到现在也20天了吧？对就如果其实刨去国庆的话，也差不多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对，我觉得我们的非常高效，而且这个黄金10月我们利用的很好。对。嗯。然后像今天的话，小白给我们带来哪些交流的话题呢？是这样子，因为10月也到尾声了，然后我嗯这2天关注了一下这个币圈的新闻啊，就说嗯。10月有个效应，说比特币 ETF 激增与比特币价格反弹，然后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其实比特币现货 ETF 持仓的话呢，它从上个礼拜基本每天都在增加持仓。其实包括前2个礼拜，也就是说将近前2个礼拜，其实也在不断的持仓。也就如果按日期算下来的话，就将近有3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都在不断的增加持仓。像上个礼拜的话呢，就是那个方舟基金，它就增持了1亿多美元，就是那个木头姐，就是我们上期视频有交流过的，就是木头姐她持仓的1亿多美元。其实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就是预示吧，一个信号吧，就是整个数字货币的市场开始逐步的回暖，而且在现实的价格当中也呈现出来了。我记得我们当初刚开始开播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大概在6.2万，对不对？对，6.2万。对，你看现在已经涨到了6.9万，将近快马上破7万了，对不对？其实你发现这彼此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也就说明的话呢，就是现在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投资氛围啊，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回暖了。因为比特币它之前已经走了将近7个月的震荡下行的一个行情，就交易量一直比较冷清嘛，对不对？然后的话，现在开始就逐步开始回暖了，就所以总算是见到一个牛头了，是吧？所以这个所谓的黄金10月的效应也确实加持在了比特币上面啊。对。然后另外我这2天还关注到一个就是类似于全民狂欢的一个说法吧，就是咪咪币的这个市场空间，就是现在的市场占比是2.5%嘛，那么这个咪咪币的市场空间还有多大？就大家都在热议这个话题。像咪咪币的话，前段时间，包括现在是一个在这个币圈比较高热度讨论的一个话题了。其实也跟的话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的话，特朗普他也发布了自己持有了大概650万美元的咪咪币。然后的话，刚好现在又临近美国总统大选了，而且川普他当选的可能性概率非常非常的高，其实无形当中的话也会带火整个咪咪币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咪咪币的总体体量的话呢，大概是在580亿美元左右，但是整个加密货币目前的总市值的话呢，是在2.3万亿，就是2.3万亿左右。所以的话呢，整个咪咪币的体量占整个数字货币的体量，目前还只是2.5%，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了，知道吧？所以这个占比也就比较小，这也意味着它未来的一个市场增长空间会很大。嗯。而且来讲，咪咪币的话，它未来有一些币种的话，它的市值可能至少会有2到3个币种，可能市值会超过1000亿美元。这样算下来的话，整个咪咪币板块的话，它的总体体量应该是可以达到3000到4000亿美元的一个空间的。那按现在来讲，因为现在整个加密货币的体量还是比较稳定的，大概维持在1.8万亿到3万亿左右的一个空间里面。但如果你咪咪币板块的话，就有超过2000到40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的话，那也就相当于说，你看现在的占比只是2.5%，对不对？那如果说它的规模达到2000亿到4000亿的规模，4000亿美元的规模的话，那么它的占比很有可能就已经会超过10%。按照现在体量的话，至少还会再涨个5、6倍左右的
一个增长空间了，对不对？所以我也就发现有一个说法说，这一个星期本周期致富的关键是买入咪咪币并持有致富的关键词啊，咪咪币啊，对啊，就所以这里面可能就会存在很大的一个机会嘛，比如像咪咪币板块的一个头部项目就比如像狗狗币，知道吧？它的市场规模的话，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的热度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整个咪咪币板块它未来至少会存在4-5倍以上的市值空间的增长规模吧，所以这个也让我们拭目以待。所以我能不能理解您刚才讲的，就咪咪币也说搞币，包括一些其他的币种都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咪咪币的范围里面？对这个事情要不要跟观众朋友们就是了解一下呢？就是它那个咪咪币其实下面有很多币种的。它其实是分支出来的一些那个。它不是说分支币的，因为咪咪币它发币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将近是一件代发的。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下面正在代发的币种应该是超过几十万个新币了，知道吧？几十万个新币。然后像狗狗币的话呢，它只不过说是这几十万个新币里面头部流量市值规模比较大的一个而已的，知道吧？所以这也预示着未来整个咪咪币板块市场其实它存在很大的一个上涨空间。毕竟来讲，它是有明星效应在这里面，而且来讲的话，目前已经有一些比较大型就是高市值的一些币种已经在这边流通了，为这个市场已经形成一定的效应出来了。所以再加上现在又有特朗普他去支持这个领域的一个板块，所以也就很有可能，因为今年是2024年嘛，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预测了。那么2025年可能在整个咪咪币板块市场可能就会迎来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景象了，知道吧？但你认为它会有超过比特币的可能性吗？暂时没有。知道吧？那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咪咪币的板块，然后也会持续的去把一些最新的消息给到大家。对，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今天是周一了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上一期节目也给大家分析了，上一周行情的回顾，包括我们这一周的预测。狗狗币上周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友好，比较乐观啊。对，像狗狗币的话，你看现在整个狗狗币，现在现在整个亚盘时间段，比特币都在下跌，但是狗狗币还在继续上涨。像现在狗狗币的话呢，亚盘时间段已经涨幅超过2%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从周线图上来看一下，周线图上来看之后，狗狗币上周上涨了27%，其实这个幅度还算是比较大的了，知道吧？然后的话，我觉得狗狗币它这一周可能会延续继续上涨的一个行情，知道吧？而且上涨的力度也不会小的，它很有可能会依托比特币的这个行情的热度会继续上涨。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价位的话呢，就是在0.174左右的一个价格。现在价格的话呢是在0.145，意思也就是它的上涨空间还很大，知道吧？就所以对于整个狗狗币的话，我们就持续关注它，继续加仓看它就好。这也是跟川普有比较大的关系哈。对，就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就大家去持仓狗狗币，如果原先有持仓的，你就继续持有就好了。如果没有持仓的话呢，你就等它调整，你就继续加仓就好了。至于调整的幅度的话，我们就直接看到0.13，我个人认为它不一定会到达0.13的这个位置。如果它会到达0.13的话，你就果断买进去，这就增加就好了，也就原先的持仓也不要卖，你就继续直接拿有，然后价格的话呢，你就直接看到0.17以上去。也就是说0.13的价格买进去是比较合适的，在当下这几天。就是我不一定你会到这么会回踩到那个0.13的那个角度，但是现在比如说0.14或0.15的这个价格，其实它也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对，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等它看，你就先看嘛，只要它有跌，你就尝试性买进去就好了。然后买的话，你就按5%的一个节奏买进去，这样的话对你整体影响也不大。然后的话，同时如果这个狗狗币在继续向上上涨的话，你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无非对你来讲就是赚多赚少的事情。
那总比不撞强嘛，对不对？对对，我们其实投资它是一个非常需要理性的事情，对的，它需要合理的去对啊，分析自己就是的资金规划。蚊子腿也是肉嘛，对不对？不嫌弃，我跟你讲，知道吧？就所以狗狗币的话呢，我们并不需要在技术上对它有过度的分析，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已经开始有一个牛市企稳的一个气氛在这里面，牛市不言顶嘛。然后的话，我们就不断的看好它就行了。我们并不需要在技术上去做，技术上更多只是在于说你这个点位买进去的点位能不能选择一个比较理想的点位而已。那我们现在来讲，你也不需要掐着这个点位，你就大概在这么个区间范围买进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去精确到某一个点位上来进行交易，毕竟来讲，我们要把握的是整个波段的一个趋势而已的，知道吧？那今天还有其他的这个山寨币种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吗？我们再看一下，佩佩币吧。佩佩币，我看到佩佩币的这一串数字啊，0.00000，我们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金额啊。就前期几个零，我们就直接忽略掉，我们就直接报后面的数字就好了，知道吧？然后像佩佩币这一个月的表现其实并不是特别好，佩佩币的话，它这个月只是上涨了1.9%，你知道吧？像比特币它上涨幅度都已经超过10%，但佩佩币只是上涨了1.9%。如果你是已经有持有佩佩币的小伙伴的话，可能内心就会比较煎熬一点点的，因为佩佩币现在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你知道，而且它的涨幅也非常的弱，反而是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搞币的机会要比佩佩币大了很多。对，就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是佩佩币的持有者或者说投资者的话，我唯一能够给你的建议，你就继续拿着吧。如果被套了的话，那你要不的话，你就换成其他一些交易比较活跃的品种来做，可能解套的机会还会多一点，知道吧？如果你说非得固有持有这个币种的话，你等它解套的一天，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它哪一天就是能够说真的去解套。或许的话，真的很有可能说牛市来了，鸡犬升天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那你就真的只是其中的，人家说的神仙升天，你可能就是这个顺带的那只鸡而已的，也一同升天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就给予的建议大概也就是只能这样吧，就这样。然后我们再看一下Solana的一个价格。Solana的话呢，最近表现的还可以哦，你没发现吗？我看它今天这个上涨就是从早上开始就有1.73了啊，就是说从它这个169的这个价格的幅度来讲，还是可以的。对，就属于Solana的话，它其实它上涨的话，刚好是国庆之后就开始一直飙升了嘛。就是国庆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138，就是138美元，现在已经涨到将近170美元了。其实它的涨幅已经特别高了。对，它其实这个涨幅也是仅次于我们这个比特币了。从目前我们讲的几个币种来讲，就包括狗狗币也是一样，就是它的涨的幅度，包括像Solana，它上周涨幅是在13%，就虽然说没有狗狗币那么强劲，但至少比比特币更强劲嘛。而且它今天礼拜一，它也在不断的去向上突破，所以我认为Solana它可能这一周还会继续保持非常强劲的一个行情的。而且Solana的话，它未来的一个增长空间，我觉得非常的大，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有钱的话，你是可以往这方面去配置一点点的。就如果有多余资金的话，其实我们做分配比例的时候，可以放一小个板块在这个Solana这个板块里面。对，而且来讲的话，那如果你没有买进去，那我个人建议的价格的话，你可以看到周线图的5周均线，也就是160美元的一个价格左右，你就可以买进去了，知道吧？然后目标的话呢，我们就大胆一点往上看，然后就直接看到7月29号的高点以上去，也就是190美元以上去。就是你拿了之后你就继续持有就好了，因为现在Solana的话，它不是说，就是
未来能看多少的，而是就是存不存在买入的机会，他会不会给这个机会给你去买进去的。如果他不给你这个机会买进去，他可能就一路上涨上去了，你可能连买的一个合适的点位都没有了。所以如果它能够跌到160美元，给你提供一个买入的机会，你就果断买进去就好了。是的。然后大概目前主流几个货币的品种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妹妹币的一个价格。对，然后至于妹妹币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你就直接买进去就好了，你不要去想太多，因为现在无论是市场热度也好，价格也好，其实都存在很多的机会。那么在什么价位里面买进去会比较好一点呢？可以在0.012910的这么一个价格买进去，也就是在周线图的5周均线的一个位置，你直接买进去就好。如果它这一周能够跌到这么一个价位的话，那么你买进去就好了。那至于分配的话，个人建议也不用花太多的资金先分配进去，就可以先分配一部分嘛，先尝试一下，对不对？对，反正就是现在整个的一个币圈的一个反应的状态倒是比较乐观，所以可以多去尝试一下稍微不同的一个币种，因为其实从投资的理论来讲，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嘛。对对对，然后对于咪咪币的话，你就一直持有吧，因为我觉得它，就算它今年下半年它的热度不会特别火的话，那么到了明年就是它的价格也好，热度也好，也会很火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你可以作为一个长期持有，作为分配，你就说怎么样，你就留个5%的仓位，一直在这里放着就好了，知道吧？大概我们几个币种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的话，我们在未来也会持续去追踪整个数字货币的动态。如果大家因为整个行情的实时波动的话，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电报群里面，然后跟大家实时分享。如果有一些币种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在整个电报群里面去分享。如果大家对数字货币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想实时了解我们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和动态的话，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电报群的话呢，可以在 YouTube 的视频的说明栏里面可以直接进入。因为我们也会及时的将一些就是这个数字货币的一些信息及时的反馈给大家。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频道虽然说创建的时间也不是很长，然后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整个华人社区打造一个类似区块链的一个类似播客电台的一个类型呈现给到大家吧。然后接下来几天可能小白同学可能要去香港学习了，到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可能大概要过2、3天才会制作下一期的节目，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其实这一期节目基本上也就把这一周的行情差不多整体结构也跟大家做了一个解析了。我们尽快的再推出下一期的视频。对对对，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制作更加优秀的节目，然后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有一些感兴趣的货币，或者说一些话题的话，也欢迎在 YouTube 上，或者说在我们的电报群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可以专门针对大家感兴趣的一些币种，比如像什么柴犬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币种，然后进行一个解析对对对，我们到时候分析。来在这个频道上来做一个分析讲解吧。对，因为我们毕竟没办法去顾及到每一个币种，因为现在币种确实太多了。对，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开通这个直播的这个频道跟节目，也欢迎大家去及时的关注。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也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好，谢谢大家。拜拜。